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说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你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最近总是感觉没力气，脸色不好，跑几步就气喘吁吁。一次偶然的聊天，隔壁奶奶听到我这样说，她就给了我一个方法。我试了几天，脸色红润了，也不喘大气了。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克黄芪。黄芪是一种中草药，相信不少人都是有所耳闻。黄芪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对于人体也是有着不错的效果，可以滋补身体。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黄氏多糖以及黄酮类化合物、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对身体的好处很多。我们每天使用黄芪不能超过10克左右，用开水泡20分钟，当做茶来饮用，非常简单，可以重复冲泡。在一些菜肴添加黄芪也是很不错的，平时可以适量的吃一些，非常的有好处。陈皮也是很常见的食材，在超市或者药店都能够买到。虽然食材很普通，但是作用可不普通。提起陈皮，可能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味道酸，促进食欲。很多人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调味品，其实陈皮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陈皮入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陈皮不仅可以入药，也常作为保健食物，还可以当做茶饮来使用。民间有1两陈皮1两金，100年陈皮胜黄金。陈皮越长久，药用价值越大越珍贵。陈皮还可做香辛料，在红烧或者卤煮荤腥食物中放入少许，可起到调味去腥，也可在泡澡或泡脚时加入几片，非常的好。接着再准备5克菊花。菊花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或多或少都有了解，有的可能自己泡水喝过，有的可能在电视、手机上见过。总之，菊花这味中药离我们不遥远。老话说，常饮菊花茶，老来不眼花。由此可见，菊花的营养价值很高。菊花是人们日常所熟知的草药，很多人喜欢泡菊花茶带水。菊花的颜色非常鲜艳好看，可以用来观赏美化环境，也可以把它做成标本，放在家里，使人看了心情好。菊花的用途也是非常多的。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碗中，再加入1勺面粉、1勺食盐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们搅拌溶解，然后再将它们清洗干净。菊花的花瓣里面很容易藏匿灰尘、杂质，黄芪表面也会多多少少沾染一些灰尘，而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好，可以吸附灰尘杂质，食盐又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用这2者来清洗，可以洗得更加干净，这样我们吃着也会更放心。搓洗一遍之后，再换清水将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。洗好之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再准备5颗红枣。红枣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，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用它来泡茶，或者每天习惯吃几粒红枣。大枣饭丰富的维生素 C、有机酸、胡萝卜素等有益物质。大枣中含有丰富钙元素和铁元素，这对于钙铁元素流失很快的中老年人，也可以时常吃些。我们先把红枣清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除。枣核比较燥热，我们在煮汤时最好将它去除。剪成小块之后，红枣的营养也更容易煮出来。接着再准备5克枸杞，
一段时间以来流行这样一句话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，可见枸杞在养生人的眼中地位有多么的高。小小的一颗红枸杞，却有极高的营养价值。枸杞中含有大量的枸杞多糖、枸杞色素以及甜菜碱。很多人习惯把枸杞泡水喝，或放在粥中吃，不过也要掌握其正确吃法，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的营养价值。我们在买枸杞时，应该选择正规的地方购买枸杞汁，品质较好的枸杞汁，皮干且肉满，颜色一般偏暗红色或赤红色。另外也可以闻闻其味道，若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或酸味就不能购买。枸杞洗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先把菊花、黄芪倒入锅中，再加入足够的清水，中途不要加水，不然会影响口感。我们用砂锅、电锅、养生壶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用铁锅，铁锅煮出来比较影响口感。再把红枣也加进去，搅拌搅拌，开大火给它煮开。煮开之后，再转中小火煮上20分钟，把食材的营养煮出来，让它们充分的融入汤中，这样营养会更好。时间到之后，把盖子打开，这时候可以闻到菊花和红枣的香甜，还有黄芪的香味。现在食材的营养已经充分融入汤中了，汤水颜色也变深了，看着就非常的好喝。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你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非常的感谢。出锅之前再把枸杞加进来，再给它煮上2分钟就可以了。枸杞煮的时间不能过长，太长营养容易流失。时间到之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将它盛入碗中。这样一道简单、营养又好喝的茶水就煮好了。这样做的茶水有黄芪、菊花的香甜，也有枸杞、红枣的甜味，喝起来口感独特，别具一番风味。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，喝起来口感更好。虽然做法简单，但是作用一点不简单，好处真的是拿起也难买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